我最喜欢的桥段之一是故事套故事。我觉得魔尊也想知道有故事套的 meta narrative. The narratives inside of narratives is crazy. 今天我想分享一个我最近开始看的一本耽美小说，叫《魔尊也想知道》。作者是青色羽翼。我很久想看这本小说，因为有很多朋友给我推荐这本小说。现在我看到第37章了，所以看到一半了。我以前听说过别的中文学者说这本小说比较难理解一点，因为它的线下的元素很多。但是我觉得看仙丽的动画让线下比较容易理解一点，所以我终于开始看了这本小说。现在我特别喜欢这本小说，我已经知道会成为我最喜欢的耽美小说之一。这本小说并不是传书，而是里面的角色文人二，就是那个魔尊，他发现一本小说，那本小说叫《虐恋风华》，里面的内容都是关于他知道的人还有未来，有很多不一样的视角，有读者的想法，有文人二的想法，有两个不同的角度，两个不同的小说，就是那个《虐恋风华》还有那个灭世神尊。我只知道有《虐恋风华》这本小说的时候，我已经很喜欢，因为文人二手里的那本小说不仅包括网文本身，也有读者的评论，还有文人二改编剧情之后的改编，就是一个修改版，还有读者对那个修改版的评论。我很喜欢的元素之一是文人二并没有因为这个事实而受到影响，就是这个小说描述你和你身边的人的故事的事实。他从一开始不喜欢《虐恋风华》这本小说，不过他还是看了。我甚至可以说他对剧情要怎么发展开始感兴趣，但是不是故事的剧情，就是他住的世界的剧情，当然跟他有关。有时候文人二做一些事情只是因为他想知道会带来什么变化而已。后来第二本小说来了，就是那个灭世神尊。那本灭世神尊的小说突然出现的时候，我就哇太绝了，因为《虐恋风华》是从百里青苗的角度写的，但是这本《灭世神尊》是从贺文昭的角度写的。小说的题材很不一样，观众很不一样，读者的评论很不一样，贺文昭怎么理解事情很不一样。但是轮到文人二怎么改变剧情，现在什么都不按原来的剧情发展，特别好笑。文人二这个角色很乐意改变剧情，但是他有时候完全不会考虑这些改变会带来什么变化。比如说他关押钟离谦的那段，他怎么把让钟离谦喜欢上百里青苗弄得这么糟糕，但是somehow it worked out。 我觉得这个部分特别好笑，因为在这段我觉得殷寒江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心意，但是文人二完全不理解情爱这个概念。文人二怎么想起来让是从心是中呢？但是我觉得 it worked out。我终于到了感情线，当然是这本小说最重要的部分。我其实很喜欢文人二和殷寒江的关系，我觉得他们两个还需要一点个人发展，他们还没到可以在一起的那段。我觉得发展的最多的角色就是殷寒江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对这个猪 CP 不太感兴趣，感觉很没意思，
的，因为那时候殷寒江没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只是想当文人二的剑，而且我自己更喜欢两个角色有平等的关系。不过后来我真的喜欢他们的关系怎么发展的，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彼此很多年了。但是看这本《虐恋风华》的小说之后，他们的关系变了很多，因为文人二终于开始看殷寒江更仔细了。文人二终于认出来殷寒江的特点，他的顾虑，他的重心，也发现殷寒江一直怎么想的，觉得要当文人二的剑，所以文人二帮助殷寒江慢慢发展自己的独立性、自己的偏好、自己的追求。而且每次看文人二对殷寒江跟对别人这么不一样，我中上头了。但是我得说，如果你喜欢那种小说，就是所有的注意力全都在主 CP 上面，你或许不会喜欢这本小说。但是我自己很喜欢那种很有丰富感的设定，不仅有感情线，也有很有意思的角色，还有别的剧情。我基本上喜欢所有的配角，每个角色的性格很独特。我喜欢楚妍妍的狡猾，我喜欢百里轻描的天真，我喜欢裘从学的坦率，我喜欢钟离谦的坦荡。只有贺文昭我不喜欢，但是我觉得这本小说不像我们喜欢这个角色。可惜的是，我知道这本小说有很多反套路的成分，但是我跟这个网文文化不太熟悉，我看的网文大部分都是耽美，还有只有15本左右，所以我每次看一本小说，我总会觉得很新奇，我不知道什么算套路，因为《渣反》是我看过的第一本仙侠小说 ，I didn't even know which elements were satire and which weren't。我觉得这两本小说的区别，可能就是男频还有女频小说的区别。百里轻描的读者都觉得贺文昭是一个渣男，他们觉得百里轻描应该喜欢别的男人。那些读者也很喜欢修改版。蔑视沈尊的读者反而觉得所有的女人都是贺文昭的老婆，他们觉得百里轻描不讲道理，也不喜欢那个修改版。当然，我非常不喜欢后面的那些读者。我自己一般来说避开蔑视沈尊这种小说，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后宫。不过我得说，这本重点不全都在两个主角身上，别的角色也很重要，所以不是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文人二还有殷寒江的身上。但是现在我特别喜欢这本小说，我完全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，但是我真的很期待。我觉得这本小说一定会成为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。好，那我继续看下去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